Hello， 大家，你今天有动一动了吗？常常需要坐在办公室工作一整天的你，是不是也会常出现腰酸背痛、下背肌肉僵硬的困扰呢？我们今天就用5个动作帮你舒缓，这样一整天支持着我们辛苦工作的下背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咯 ，Go！好，我们首先会先来到四足跪姿，所以我们让双手来到肩膀正下方，然后帮我注意你的手要先让指尖贴地，然后接下来是指根贴地，接下来再掌根贴地，这样你的手会贴得比较稳哦。还要让你的膝盖来到骨盆的正下方，让掌根有一个力气推往地板，所以心口会往天空膨胀打开。双脚的10只脚趾头可以踩地。我们先做一下简单的猫牛式，让你的腋窝微微收，微微上提，锁住我们的肩胛骨。好，让你的尾骨卷向脚跟，肚子会收进去，推往天空。吐气的时候，让头低，背一样往天空打开。然后吸气，让你的尾椎一节一节下沉，腰椎一节一节下沉，但是帮我把你的肚子还是稍微贴向你的后背的。然后心口往地板融化，脸看天空。吐气的时候，尾骨卷，肚脐贴往你的背部，然后背拱高，手掌根推，头低，然后从你的尾骨往天空延伸，然后腰椎下沉，胸椎下沉，手肘可以微微弯，托往后，把心口送往前方，然后脸看天空。吐气的时候，尾骨卷，肚脐往天空推，心口也往天空推，头低。最后一个吸气，腰椎一节一节下沉，胸椎一节一节下沉，然后头抬。好，然后我们回来到平行的位置，就让你的整个躯干平行于地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让你的左手往前延伸，然后右脚往后延伸，记得让你的肚脐一样微微的贴往你的背部，感觉头顶心一样有一条隐形的线往前方延伸拉长，然后脚可以让脚跟往后踩停留，稍微用核心帮忙，所以让肋骨往中间集中，然后肚脐收，3、2，脖子也是延伸拉长的，1，好，吐气让你的膝盖收，然后来碰到手肘，吐气，然后吸气延伸，吐，吸，吐，最后吸，吐，好，停留3、2、1，好，慢慢解开，我们要换边。用肚子的力气帮忙收一下，贴往你的背部，可以减缓这个手腕的压力哦。当然，你的手掌根也要有一点点力气推往地板。好，我们换右手往前延伸，然后把你的大手臂插回肩窝，然后让左脚往后，头顶心到你的尾椎一样一条直线，然后停留3、肋骨关，肚脐贴往背部，2、1，好，吐气的时候让你的手肘来找膝盖，吸气延伸，吐气手肘找膝盖，肚脐一样收，再吸气延伸，吐气手肘找膝盖，稍微停留3、2，可以打开我们的下背，1，好，最后吸气延伸，然后手掌回来，脚回来。
可以稍微让屁股往后推，双手往前延伸。我们一样在这边扩张一下你的背部，稍微几个深吸深吐。吸气的时候，让你的背部的皮肤扩张打开。吐气的时候，让肋骨往中间集中关进来，然后你的身体就有更多的空间往地板下沉。停留3、2，然后让你的肩膀离开耳垂更多。1，好，慢慢的我们从你的尾骨一节一节一节，肚脐收，然后腰椎一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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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钓鱼一样，然后胸椎一节一节一节，把自己慢慢的拎上来。好，然后我们要再回到四足跪姿，这样你可以先手指头贴，然后指根贴，再来是掌根贴。我们会稍微动一下我们的躯干哦。然后也会帮你松绑到骨盆以及腰椎、下背，还有胸腔。好，我们让你的骨盆往右边推。好，然后像刚刚做猫牛是一样，卷尾骨，然后往左边推，然后再翘屁股，往右，然后往前，左、后、右、前。左、后、右、前、左、后、右、前、左、后。好，我们换边，左、前、右、后、左、前、右、后、左、前、右、后、左、前、右。后，好，接着我们就让你的骨盆先回到刚刚上一个方向，让你的骨盆画圆起来，它可以直接就松绑到我们的下背以及腰椎。好，再3圈哦，3、2、1，好，非常好，换边5圈，5、4。其实这样子啊，你的胸椎也会有活动到3、2，然后你的核心也会有运动到1，好，慢慢回来到中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也是活络骨盆的，很有用的小活动。先我们先动动一边的髋关节，然后右手你就可以放在右边的坐骨下面，左手呢来到左大腿内侧，然后把右边的这个屁股好像抱起来，然后往前放，然后再抱起来往后放。往后的时候有一点像是要把大腿塞到你的髋关节一样。好，抱起来往前，抱起来往后。我们反复哦，大概在3到5回合，然后松动一下你的这个髋关节。那当然你的下背就会被延展到。而且对你的下半身的血液循环会非常好。最后3、2，渐渐的让这个幅度加大。1，好，我们换边，这样左手放在你的左臀下方，就可以摸一下你的坐骨。那右手就可以放在左大腿内侧，但其实手都只是帮忙而已。好，然后把屁股这样抱起来往前放，好像你在抱一颗石头一样。然后抱起来往后，好，往前，往后，往前。其实你在这边也会有一点点练到你的核心。往前，往后。好，最后一个回合，往前，往后。好，非常好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正题。手呢，其实你就随便要搭肩膀、交叉搭或抱手肘都可以，因为主角都不是手跟脚。等一下用你的髋关节
在垫子上头走路往前往后3趟，然后你的整个背部会热得非常快，而且这一个动作几乎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，你的脊椎两侧的肌肉都会被活动到哦。然后尽量好像让你的双脚是一只一样，所以都不要用到肌肉，都从你的髋关节的位置、大转子的位置，把骨盆提上来，然后往前往后走。所以好像你可以假装一下你的脚是不存在的，所以都用你的髋关节去走。好，所以往前往后3趟，其实它也是一个还蛮好的核心的练习，尤其是往后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肚子会用力的往后收。那你的整个躯干会有一点点旋转的角度，那是一个正常的状况。好，加油哦，最后一趟。一样，你可以尽量从髋关节位置把这个屁股抬高往前，好像2个这个齿轮，很像火车的轮子一样，然后抬高往后放。然后渐渐加大幅度就好了。好，是不是还觉得蛮累的呢？然后慢慢回来到中间，先双脚屈膝，好，然后我们左右倒倒，往左往右倒。先按摩一下你的臀部外侧的肌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躺来到垫子上头，躺来到你的垫子上头。好，让你的骨盆集中，你可以想着脚踝外侧往中间集中，然后骨盆也集中哦，所以你的膝盖就不会跑来跑去了。好，脚跟踩地，像刚刚猫牛式一样。尾骨好像延伸往脚跟的方向，尾骨延伸，那腰弯就会不见。好，然后让你的尾骨骨盆抬起来，然后腰椎一节一节抬起，胸椎一节一节一节抬起。好，双手就平贴地板就好了。然后再让你的胸椎一节一节贴回地板，腰椎一节一节一节贴回地板，然后骨盆放松，腰弯会自然出现。我们再练习一次哦。好，尾骨延伸往脚跟，然后把你的骨盆带离开地板，腰椎离地，胸椎一节一节一节离地。好，再让胸椎一节一节一节，很像那个脚踏车的链子一样，一节一节贴回去，然后腰椎一节一节贴回去。啊，最后是骨盆，然后放松，自然的腰弯浮现。好，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变化的桥式哦。好，尾骨卷，尾骨延伸往脚跟，然后让骨盆离开，腰椎一节一节一节离开，手你就贴好就好了。好，然后胸椎一节一节离开。好，脚跟有力的踩地。现在左手放在左边的骨盆上。然后帮忙把左边的骨盆先压往地板，轻压就好。让左边骨盆先落地，然后换右边骨盆。膝盖有一点点跟着倒没有关系。好，然后我们要换边，尾骨卷，然后腰椎离地，胸椎离地，一节一节离地。这次换右边先，右边的骨盆先来到地板，所以会有一点点扭转，然后换左边的骨盆。它可以延长我们腰椎的肌肉。好，尾骨延伸，我们在两边做1回合哦。然后腰椎离地，胸椎一节一节一节离地。好，然后这是换左边骨盆先落地，很好。然后换右边骨盆。好，最后一边尾骨延伸往脚跟，
然后骨盆拎起来，腰椎一节一节起来，胸椎。好，这次换右边的骨盆，先落到地板，然后换左边的骨盆。好，然后我们接着要做一个骨盆时钟的练习。想象你的骨盆上头、肚子上头放了一个时钟，所以右髋的位置是3点，然后耻骨的位置是6点，左边的髋关节是9点，肚脐上方是12点。那么先轮流让你的3、12、9、6轮流压向地板，3、12、9、6轮流的压向地板。所以你的骨盆好像会画圆起来。这个动作是跟我们刚刚四足跪的时候做的是一样的，只是你现在是躺着做。好，下一个吸气的时候，我们反向变成9、12、3、6、9、12、3、6轮流的贴地。那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的骨盆画出来的这个圆左右的大小，然后这个上下的大小有没有不太一样呢？那尽量膝盖都保持不动，它如果有一点点些微被带动没有关系。好，我们回来到正中间，我们要调骨盆咯，让你的右髋在3点，对不对？让右髋往下，往4点的方向下去一点点，到4就可以弹回来了。然后左髋在9点，对不对？让左髋往8的方向下去一点点，然后就弹回来。所以3往4，然后回来，9往8，然后回来，轮流。这个动作可以拉到我们骨盆里头一些比较深层的肌肉，然后你也可以借此感觉一下左右的差异。所以3往4，然后就回正，9往8就回正。那你的现在骨盆是左右两边轮流往下延伸，你可能也会感觉到腰椎或胸椎附近的肌肉有会被延伸拉展到的感觉。好，慢慢回正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反向，让你的右边就是3的位置往上，往2的方向提上来，侧腰会收紧，然后就放掉。左髋关节9，然后往10的方向上提，然后就放掉。好，所以3往2， 9往10，你的侧腰会收缩，然后一样来回几次哦，所以它也会拉展到我们腰侧的肌肉。借此就可以松绑我们的下背。最后几个回合，3往2， 9往10，你会有一个侧边的骨盆好像想靠近肋骨的感觉。2、1，好，慢慢放松。好，然后我们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要动我们的小腿，手可以帮我扶在膝盖上，因为等一下膝盖是不动的哦。2个小腿粘在一起，然后让小腿一起往左边摆，膝盖不动，膝盖一直都在骨盆正上方，然后往右边摆，往左，往右，往左，往右，往左，往右。往左，往右，往左，往右，往左，往右，往左。可以稍微感觉一下你的腰椎、你的骨盆。这个动作对于松绑腰椎非常的有帮助。尤其可能有一些朋友的那个腰椎4、5节的位置都有
挤压、压迫。然后这一个动作是非常和缓，然后又非常有帮助松开腰椎的一个动作哦。好，接着回来到中间，我们一样进行它进阶的版本，让你的右脚往外画圆，膝盖还是并在一起的，然后画你左脚，你的上半身都没有动，然后膝盖还是在骨盆正上方，右脚、左脚、右脚、左脚，然后我们把两个圆加在一起，所以右脚出去到一半就换，要收回来的时候就换左脚出发，所以两个圆好像会变成有交叠的位置，可是两只脚不会打架，侧面大概就会像这个样子。一样是会旋转到我们腰椎两侧的肌肉哦。最后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接着我们反向，你直接想着原路径就是反着画回来就好了。我们大概在10个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慢慢回来到中间，直接我们双手抱住你的膝盖，然后可以用手掌掌根的位置出力，把你的膝盖压往你的胸口，然后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我们让额头来找到膝盖，然后停留3、2、1。好，吐气放松，回来到地板。接着双手就带着你的左手就带着你的膝盖往左边倒，然后右手往外打开，进入扭转。你可以做脚平行的版本，或者你可以做扣脚的版本，都可以哦。然后停留3，让吸气吸到你的后方的肋骨，然后下背。2、1。好，准备吸气，用肚子把脚带回来，然后你一样可以平行脚，然后往左边倒，手可以来扶住膝盖，然后让左手往外打开，脸可以转向左边，这样尽量把你的气息带到肋骨后方，让就是我们的背部可以膨胀打开。然后或者你也可以像刚刚一样做一个扣脚的版本。3、2、1。好，吸气，一样用肚子的力气把脚带回来，然后可以让你的脚跟稍微踢踢屁股。好，那今天这就是跟大家介绍几个对舒缓下背跟腰椎很有效果的小动作，就下班之后就试试看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练习就到这边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